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，又要应景吃月饼烤肉啦。有朋友说在网络上面订那个超知名的蛋黄酥，根本是瞬间秒杀，完全订不到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自己来做蛋黄酥。说实话，自己做的蛋黄酥真材实料，只要食材新鲜，做法正确，好吃程度挂包紧，完全不输市售的哦。其实不一定中秋节才能做，任何时间想做想吃都可以来做这个蛋黄酥。如何做出酥酥脆脆、层次丰富、不破酥不混酥的好吃蛋黄酥呢？赶快来备料，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先来介绍内馅的部分，油豆沙也就是所谓的豆沙，之前分享过很多不同版本的做法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频道，懒得自制的可以买市售现成的豆沙。咸蛋黄的部分比较好取得的应该是这种冷冻的咸蛋黄，如果买得到新鲜咸鸭蛋就直接用新鲜咸鸭蛋的蛋黄，那我这个是冷冻的咸蛋黄，使用前一定要常温回温，怕腥的可以刷上米酒，然后烤箱烘烤一下去腥。如果买到的一点都不腥，可以跳过这个动作。其实我买到的这个不太腥，我试过不做前置动作，效果其实一样很好，但是还是示范一下给需要去腥的朋友，就是在咸鸭蛋的表面呢喷或涂上米酒或高度白酒、兰姆酒、伏特加都可以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或是气炸锅当中，设定摄氏150度，烘烤5到7分钟。记得只需要烤到蛋黄的表面出现小油珠状就可以咯，千万不要烤到渗出一堆油，所以大家要随时调整一下时间，看到表面出现小油珠状就可以了。准备要操作前呢，建议大家在操作台上面铺上一张保鲜膜，不管在上面操作油皮、油酥还是馅料，非常好操作。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小撇步。我们先来分割豆沙馅，可以要操作前先都放冰箱哦，然后把红豆沙分割成25克一份，每一份可以稍微塑成圆形，不用很整齐，稍微就好，因为很快就要把刚刚处理好放凉的咸蛋黄包进去豆沙馅当中。包法很简单，直接稍微压扁呢就可以把它包进去。因为咸蛋黄有一面比较圆哦，我通常会让它朝上放，所以自己就会做一个记号，比较平的那一面就当做底部，这样子等等包好的蛋黄酥会比较刚好至中。如果不介意的话呢，就不管它了。基本上就是要把所有的豆沙馅包裹住咸蛋黄就可以了，然后外表呢稍微整形滚圆一下。接着来做酥油皮的部分，酥油皮基本上是由油皮跟油酥组合而成。我们先把油皮给做出来，把所有油皮的材料混合在一起，基本上混合成粗糙的面团就可以。用食物处理机方便很多，比较不粘手，戴个手套操作也很方便。没有机器的就手揉，可以放入塑胶袋或是保鲜膜当中。封口后放冰箱冷藏松弛，松弛隔夜，这个面团会变得很好操作。接着来做油酥的部分，油酥要事先做好，放冰箱冷藏，或是直接现做都可以。油的部分呢，我现在示范的是用无水奶油，用猪油或无水奶油都可以。无水奶油是有奶香味，但是比较难操作，比较粘手一点，最后还是要放冰箱冷藏一下。如果用猪油的版本会比较不粘手，这个是用猪油做的油酥，不粘手，很好操作。就把它分成13克一个面剂子，每一个油酥呢，先稍微的揉圆。我这边给的分量总共有10份，这时候可以取出冰箱松弛好的油皮，给大家看一下冰箱松弛过后的油皮，它的延展性变得非常的好，可以拉出薄膜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油皮效果。这样的油皮状态等等做酥油皮才不容易破酥。我们把油皮分割成23克一个小面剂子，准备要把油皮来包油酥了。先把油皮呢稍微整成圆形，整圆的目的呢要把它擀成圆形片状，所以整圆之后就立刻压扁。然后我发现操作的过程，只要铺上一张保鲜膜来擀哦，怎么擀怎么顺手，左右各擀个一下，变成圆片就可以来包裹油酥。只要可以把油酥均匀的包起来就可以。今天做10个，所以每一个呢都是相同的操作手法。做到最后一颗的时候呢，可以取出第一颗来操作，
这时候第一颗已经松弛的差不多了，就把第一个油皮包油酥呢先压扁，记得收口处朝上，然后铺上保鲜膜，把它擀成牛舌片状，从中间往上往下擀，来回大概2次就可以，次数不需要多，擀开就好。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擀法完全不会破酥。记得重点就是要铺一层保鲜膜，接着从上往下收起这个牛舌状，卷成一个小面卷，两头可以整理收一下，每一份都这样操作。取出第一份已经松弛15分钟的小面卷，再次要把它擀平成长条状，记得表面还是要铺上保鲜膜来擀哦，这样子保证不容易破酥。就这样上下擀个2-3回就可以，接着一样把它们收卷起来。每一份小面卷都是相同的操作手法，然后每一次的操作记得都要松弛。卷好的面卷一样松弛15分钟之后呢，两头有纹路的地方往中心收，然后压扁，变成一个圆形的小面剂子，纹路都在上方。铺上保鲜膜后，擀成圆形面片，记得就往面片的左右上下来擀，擀成差不多的圆形，像个饺子皮的概念。有纹路的这一面呢，就是拿来贴紧内馅，把它整个包裹在一起。制作步骤真的好难用口解释哦，大家还是看影片这个手法。把面皮慢慢的往上推，包裹住馅料。对了，这个之前做好的馅料可以放冰箱冷冻哦，稍微比较硬一点会比较好包。收口处就在底端，可以收一下。再操作另外一种擀皮的方式，松弛好的小面卷不用两头集中哦，就直接压扁，把它们稍微擀平，接近圆形就好，可能有一点点方方的没关系，因为包裹住馅料之后呢，我们还要边缘慢慢的收，不是太圆没关系，因为边缘的部分呢，最后都会被我们收到底部。就让这个皮包覆住馅料，然后不破底就可以了。细节还是看影片操作，最在意的就是整个表面的光滑度，每一个都相同操作手法咯。塑形好的蛋黄酥，我们在表面涂上纯蛋黄液，这个蛋黄液可以刷个2回。第一回呢，先比较薄，然后把它干燥一下，之后再刷上第2层，然后擀面杖的头可以沾水再沾芝麻，最后盖在蛋黄酥的表面，当然直接撒也可以。然后今天用气炸锅来烘烤，可以免预热，很方便。用烤箱就是需要预热，温度、时间、方法都相同。设定摄氏180度，烘烤35到40分钟，关火后要再焖个10分钟。然后烤到中途可以检查一下，如果上色已经够的话呢，表面可以盖上铝箔纸，避免继续上色。该烤的时间还是要把它烤完哦，否则这个酥皮层次会烤不出来。因为气炸锅有旋风，怕铝箔纸会被吸到上方，所以上面加一根小小的汤匙压一下，这样铝箔纸就不会飞起来咯。烤完行程再焖个10分钟就可以出炉。自己做真的很有成就感，虽然自己做外表不是那么完美，但毕竟我们只练了30颗，人家店家可能练了上万颗啊。虽然不完美，但是一样很好吃哦。给大家看一下侧剖面的部分。这颗蛋黄酥呢，只烤了30分钟，大家可以仔细看，右边呢大概已经层次出来了，但是左边的部分呢，有一些比较粘在一起，看起来颜色比较深的地方，其实这个就是没有烤透。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拉长烤制的时间，让水分再干燥一些。这一颗是烤了一共37分钟，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层次整个都出来了，层层分明，没有破酥混酥的状况。老实说，没有烤透，我吃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，一样很好吃，就是摆放的时间怕还有含一些水量，容易提早发霉，所以建议还是要彻底烤干，烤到层次全部出来。像这个彻底烤透，除了外皮酥脆层次分明以外，放常温的时间也可以蛮久的哦，大概10天不是问题。如果想放更长的时间，就是密封好放冷冻保存。冷冻我看3个月也不是问题。好啦，期待你交作业咯。Wanna be free of this heart, yeah. Wanna feel your...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Yeah, should I hide away forever? Should I close my eyes and never again hold you tight, call you mine, think about you every time?
I remember that it's over. Yeah. You never break, you never lie, you never ever scared of the dark. So why am I the one who cries? I'm so afraid to be left behind. I think about you a lot. It's almost like I can't stop. Can't stop. Yeah, yeah. You never lose an argument, so I've been trying hard to pretend that I'm okay. It's just a phase,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just great. I think about you a lot. It's almost like I can't stop. Can't stop. Yeah, yeah. I always knew that this would happen. Yeah.